他是一名麻省理工的学生，只因为帮助同学完成论文的这点小事就遭到了开除。但他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在大学4年里研发的机械装甲要一并带走。由于螺丝没有拧紧，可能要在空中解体了。这就是2025年新鲜出炉的科幻美剧《钢铁之心》。莉莉就这样离开了学校，但她没有了学校的奖学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与此同时，一伙人伪装成社区服务人员，停在了一座豪宅门口。他们分工明确，有的在车里放哨，有的在破坏报警系统。一切准备就绪后，意外却发生了。shit！ 报警器恢复了，团员们只能干着急地等着。卷毛连忙敲敲打打，耳机里传来其他人的抱怨声，他只好尽快找出问题的所在。Okay, system disabled, you're good to go again. 这个开门的手法有些新颖，没用暴力的方式，尽显优雅。小绿是一名黑客，他观察着过道中的实时监控，指挥小队寻找目标。可当长毛打开一个房门时，报警器突然响彻整个房间。Why's the alarm going off?No. 来不及了，已经有人往这里赶来，但没想到团队中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人才。寻常的保安在他们的手上走不过3个回合。卷毛还在维修报警系统，可警察快来了，他们只好终止了这次行动。卷毛最终成为了这次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 So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Stewart? Fire. 正当他们争论着到哪里去找接替人员时，天空中传来了轰鸣的声音。回到家的莉莉正好碰到母亲和朋友们在聊天，很明显她被开除的事情被大家知道了。正当她维持着礼貌十分尴尬的时候，邻居小黑成为了她的救星，却无法解决她目前的困境。莉莉现在所做的一直都不被大家看好，也包括她的母亲。她想要更聪明的 AI， 更强壮的盔甲，就像钢铁侠一样。可作为一个女生，她感到自己十分的渺小。第二天，莉莉和小黑来到了汽车报废厂，找了一些可以用到的元器件，老板也十分热情。 Would you look at that?I was just telling Iris about your big Tony Stark fellowship at that MIT school. Yeah, that was such a blessing. 老板是真厉害，他一直夸莉莉是大有前途。可莉莉这次打算赊账，正当她不知道怎么开口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并帮她支付了所有费用。男人抬头看了旁边挂着的简报，对着莉莉也是一顿夸奖。某某科技大奖赛的冠军，11岁念完9年级，15岁念大学。可他却话锋一转，说莉莉不应该在这里埋没自己的才华，便递出了自己的名片。第二天，莉莉来到了名片上的地址，是一家停业的披萨店。她需要去往2楼，可在坐电梯的时候出现了意外，弹出的面板里竟有一个计时器，而电梯的角落正冒着刺鼻的浓烟。 Welcome, Riri. In less than 3 minutes, the air in this elevator will no longer be breathable. Oh, what is this? Your interview. You'll suffocate and die unless Hello? This is illegal! break it to the device on the floor. Where you find a gas mask. Good luck. 原来这是一场面试，其背后就是那群盗窃团队。他们看着监控，讨论着莉莉要如何破局。还剩下不到2分钟，莉莉也不管了，她要以暴制暴。她捡起了地上的玻璃，削掉电线的绝缘层。火花碰撞之间，她听到了电梯松动的声音，于是掰下一块钢条，便去撬电梯门。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逃了出来。斗篷男是这里的 boss， 他惊叹于莉莉的临场反应，并不是去拿防毒面具，而是逃了出来。这个结果让他非常满意，但是莉莉不满意啊！她转身想走，可斗篷男要开始画饼了。他拿出了一个盒子，里面竟是一箱钱。莉莉有些动摇。斗篷男拿出了1叠现金，只需要完成3次合作就可以了。莉莉知道一定是违法的事情，斗篷男十分大方地承认了，但他们只会对那些吸血的资本家下手。莉莉想了想，如果想短期内要获得大量的现金，这是她唯一的机会了。 So you in or out? Better be worth it. It will be. But we're gonna need that iron suit tomorrow. 回家后的莉莉便加快脚步维修机甲。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所有的操作都得自己来，无论是切割、锤炼还是造型，主打一个纯手工。没有了材料，就把家里的拆了，就地取材是她必学的技能。现在只剩下 AI 修复的部分了。人机连接后，这个过程竟需要4个小时，看样子还要加班。而另一边，斗篷男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房间，他背后复杂的纹身以及那诡异的斗篷，似乎有着不为人知的力量。
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已经可以把公路修到了地下，并采用的是磁悬浮轨道，速度又快还很安全。而这个项目还处于试运营阶段，为了让股价大涨，老板席拉准备亲自测试，可这竟成为了不法分子敲诈的机会。经过一夜的奋斗，第二天醒来的莉莉竟看到了死去的闺蜜，她连忙检查系统，确认了昨晚升级的 AI 竟窃取了自己的记忆，投射出闺蜜的样子。可是莉莉很不适应，她要尽快找出 bug 修复它，可时间来不及了，她还要赶去与大家会合。来到这里后，斗篷男便开始挨个的介绍。小绿是来自马德里的黑客高手，在暗网上的赌博网站上诈骗赌客，顺利成为了通缉要犯。而这对姐妹花曾是格斗运动员，被禁赛后也来到了这里。他外号小丑，但却是一个爆破专家。而他的表哥约翰是每次任务行动的策划人，但也精通短剑格斗。莉莉的到来将接替卷毛成为团队的机械师。今天晚上便是行动时刻，现在由约翰来讲解整个计划。他们需要趁着席拉在演示的时候，由莉莉带着小绿专门制作的病毒 U 盘找到轨道操作区，植入病毒后，他们就可以操控轨道运行。其他人都有各自的任务，最后斗篷男负责谈判。 So, like, when do we get paid? Is it like a cash only under the table type situation or direct deposit? That's a good question. How about we stay focused on the job? And that suit better be ready. We're gonna need it for tonight. 回到家的莉莉赶紧测试机甲的状况，可情况不容乐观。正当她不知所措的时候，作为机甲 AI 的娜塔莉冒了出来。虽然莉莉对她很偏见，可她却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她通过网络进入黑市，找到了最近交易的清单，正好有莉莉需要的核心部件。知道地址后，她还需要把机甲也带过去。Hey, what's up? Let me borrow this wagon real quick. Borrow? In this economy? No, I can give you 20. Make it 40, you got a deal. Hey, don't blame me. Blame inflation. 找到乔之后，他并不想帮这个忙，莉莉只好威胁他，如果不合作，他就去报警。毕竟在黑市买卖这些物品是违法的。实在没办法，乔只好带他过去。来到地下仓库，莉莉着实吓了一大跳，里面摆满了非法武器和仿生装置。很显然，乔也是一个深度爱好者，不过他仅限于收集。很快，机甲就维修好了。I gotta go. Deuces.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与此同时，约翰带着姐妹花闯进了控制室，对方看起来人很多，但他们从来不带怕的。约翰的飞刀指哪打哪，姐妹花的拳脚功夫对付这些人简直就是手拿把掐。一旁的秘书看呆了，小绿轻而易举的就拿到了控制电脑。在另一边，小丑安装了炸弹，把地面炸出了一个大洞，刚好能看到地下的磁悬浮轨道。莉莉从天而降，时间把握得刚刚好，一个俯身下冲，来到了纵横交错的隧道入口。根据指示不断寻找着，可意外也发生了，不让跟来的娜塔莉突然出现在眼前，导致了机甲失控，病毒 U 盘掉进了下水道。虽然娜塔莉不是有意的，但没有了病毒，任务将无法完成。正在整个团队万分焦急之际，娜塔莉仅用了1秒便想出了补救方法。由于每个平台都连接安全主机，如果让车子强行移出平台，防火墙就会解除，这时小绿就能通过黑客入侵植入病毒，控制整个系统。时间紧迫，莉莉需要在短时间内破坏固定车辆的安全杆。她分离了自己的右手，进入狭窄的缝隙里，很快就找到了安全杆。Slug, it's down. Quickly. 各个隧道的所有路线全部瘫痪，而坐在车里的席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突然，旁边的座位上竟诡异地出现了斗篷男，他直截了当地说，整个轨道系统被他劫持了，而他勒索的竟是这个。This contract states that you will agree to put me and my associates on Tunnel's payroll. 6-figure salaries, benefits, free access to the highway, of course, and equity in the company as an anonymous co-owner. So, ready to sign? 为了得到这一份工作，整个团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席拉还想挣扎，但想到这一事件有可能导致股价暴跌，还是果断地放弃了抵抗。All right, she's signed. We can clock out. Everybody head to Kinsey.
这次的任务圆满完成。作为团队的领导人，说了一些展望未来的话，就来到了地下室。今天他使用的隐身能力似乎有些透支了，而这时斗篷又发出了蛊惑人心的话语，他的意志正在慢慢的被摧毁。他脱下了外套，其背后的黑色血液正在蔓延。在上次的任务中，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报酬，尝到了甜头，便一发不可收拾，马上制定了下一个任务。这次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目标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梅森。他们的业务主要是农业相关的生物科技方向，但却逼得当地农民无路可走，从而赚得盆满钵满。目前他们得知整个厂区的安保级别很高，并且不允许携带任何金属进入这里，不能带刀，不能穿作战服，更不能带炸弹了，这样就完全限制了他们的所有能力。整个团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斗篷男连忙打气加油，他们刚刚大赚了一笔，要不先去酒店狂欢一下，总会想到办法的。但莉莉想单独和斗篷男聊几句，他做这些事情是不得已的。有了钱之后，他解决了燃眉之急，这次的行动他不想参与了，这始终是犯罪。即便惩戒的是那些罪有应得之人，可他只是一个工程师，他只想自己能够做成像钢铁侠一样的机甲，就心满意足了。斗篷男却提到了自己，他原本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有了斗篷之后，他才变得不一样，还说有能力的人就应该做这些事情。但莉莉却突然对这件斗篷产生了兴趣，还问这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又有什么原理。斗篷男很敷衍地说，他只是拥有一些魔力而已，他能帮我保护我所爱的人和我想要的东西就足够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想要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和你的钢铁侠一样。等他回去之后，作为 AI 的娜塔莉与他发生了矛盾，他不愿意莉莉成为别人的工具，并且非常的强硬，因为钢铁庄现在由他控制。莉莉只好承诺这是最后一次。可是第二天却有2个警察找上了门来，莉莉以为东窗事发，却没想到是关于卷毛的事。早上他被发现死亡时，最后一通电话是莉莉打给他的，警察想从他这里找到线索，莉莉只好谎称他们只是在一场面试中见过而已，上次打了电话他没接，警察也只好简单的询问一下就走了。但这却让莉莉十分担心，她怀疑是斗篷男所为，或者说是淘汰了卷毛之后就杀人灭口了，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主意，斗篷男没有了斗篷，他就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这件斗篷就是关键，他需要去分析这件斗篷的能力，才能知道怎么对付它。那可以去切下一小块拿回来研究一下不就可以了吗？那么首先他需要去升级一下装备，所以就来到了乔这里。而乔更是一个沉默的科技狂人，他竟用自己的身体去试验大脑神经与机械连接的可行性，这让莉莉对他刮目相看。但这次过来，莉莉是想找到一种可以屏蔽金属探测器的材料，乔表示他这里有，但是这种材料由他精心打造而成，一旦丢失会追溯到他身上。莉莉似乎感觉到乔一直在逃避着什么，经过追问之下，乔也坦白了他的身世。原来他的父亲是史塔克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是钢铁侠的精神导师，却与钢铁侠的理念背道而驰。他父亲希望批量生产钢铁套装，却被一票否决，于是在一次谋反中被钢铁侠杀死，这也是他为什么躲在这里的原因。但却被他这个新一代的钢铁侠找到，这让莉莉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帮他修复手臂。但这一瞬间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们都是工程师，但大部分时候都无法得到别人的认可。乔最终还是把材料交给了莉莉。 Promise me this won't blow back on me. Swear. 他们来到了一个集合点，需要把身上的所有金属物品摘除，因为整个目标大楼都有感应装置，这也将是他们的一场硬仗。可是莉莉的右手似乎隐藏着什么，这个由5个温室围绕而建立的大型实验室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莉莉通过高空优势汇报着他们整个安保布局，而小绿通过黑客入侵关闭了摄像头。最后莉莉只需要在瞭望塔等待即可，剩下的就交给他们。首先出场的还是姐妹花，他们一路杀到了实验室内部，里面种了很多奇特的蘑菇，却没想到莉莉也潜入了进来。而外面的机甲现在由娜塔莉控制着，此时的梅森还在为植物浇水，但他仿佛知道斗篷男会来一样。而此时莉莉也通过了下水道来到了这里，而现在室内金属探测感应装置似乎要突破临界值了，莉莉赶紧用屏蔽材料遮住设备，探测器的数值才降低下来。这时梅森拿出了一张支票，还保证上面的数字一定会让他满意。在这时莉莉从背后伸出了右手，发出了一道极光，她要切下一块斗篷的布料，但同时她还要注意金属检测器的数值变化，这显然并不容易。而这边斗篷男对支票上的数额并不满意，他要让梅森知道他的厉害，于是立刻给小绿下达了指令。小绿接到命令后就关闭了消防系统，而另一边小丑便在实验室里浇起了汽油。
莉莉换了一个方向再次切割斗篷，却触发了报警装置，实验室将自动进入封锁状态，其他成员都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小绿也束手无策，但他们需要尽快的离开，因为整个实验室将会灌入大量的二氧化碳。小绿把情况告诉了斗篷男，这时梅森反倒显得轻松，因为他对这个实验室了如指掌，并说你们团队的所有成员将会死在这里。此时斗篷男的耳机里也传来了其他成员的呼救声，面对梅森的嘲讽，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时的莉莉眼看就要切下一块布料，斗篷男却隐身了，他来到了梅森的背后，掐住了他的脖子，并毫不犹豫地解决了他。这让莉莉有些不知所措，却在一旁看到了一块剪下来的布料，至少他将会有应对之策。而另一边的其他成员都在疯狂地砸门，约翰给斗篷男打电话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他让机甲赶紧去温室救人，他则要去找斗篷男。赶来的保安也发现了梅森的死亡，斗篷男利用隐身能力占据了上风，莉莉趁机通过旁边的通风管道迅速撤离。而当他高兴之际，通风管道也进入了防御状态，并切断了与温室的连接。娜塔莉准备过来营救，但莉莉却让他先去救其他人。最终莉莉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出口，却在这里碰到了约翰。看见没有穿钢铁装的莉莉，还有他手上的布料，约翰明白了一切。他问莉莉为什么要这样做，莉莉反问你们对卷毛又做了什么。可莉莉完全不是约翰的对手，她只能到处逃跑，但却不小心弄掉了屏蔽材料与激光装置。而另一边，约翰拿到了一张员工门禁卡，打开了封锁的大门，找到了严重窒息的小绿和姐妹花，并成功把他们救了出来。娜塔莉操纵的机甲也闯入了另外一间密室，找到了小丑和其他成员，他们也成功获救了。与此同时，作为弱势一方的莉莉只能利用一切可用到的工具进行反击，但实验室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再这样下去，她和约翰都将窒息而亡。正在这关键时刻，背后的门被机甲打开了，立刻变换形态包裹了莉莉，她终于可以大口的呼吸。可她并没有理会约翰，转身就飞走了，但背后的门却关了，这让约翰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随着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他瘫软在了地上。其他人都陆陆续续地坐上了皮划艇，可却没有看见约翰。斗篷男连忙询问所有人，但都只是摇头。他连忙让莉莉飞到高处去寻找。莉莉知道现在不是暴露的时候，她来到了高处俯瞰整个基地。她回复斗篷男，约翰还在实验室里，但他现在已经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听到这里的斗篷男愣住了，约翰已经窒息死亡，但对于他来说，没有约翰就没有他，约翰更是他唯一的亲人。莉莉很快回到了家，脱去了装甲。今天发生的一切，他还一时消化不了。可娜塔莉却连忙提醒他，你的激光和屏蔽器怎么不见了？莉莉瞬间意识到了严重性，这有可能会暴露乔的行踪，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失去约翰的斗篷男从来没有这样暴躁过，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导致了约翰的死亡。虽然他现在拥有了非凡的能力，但却失去了自己最亲的人。他对着空气怒吼，可身后却传来了约翰的影像。他知道这是斗篷所为，但为什么还要让他看见约翰死亡的样子？他立马想要阻止，却在他即将崩溃之际，看到了钢铁机甲，当时就在约翰的身边。